嘿，你还记得素琴序章楼顶的小剧场吗？对的，对的，就是把不可思议系少女晾在一旁，又渲染三人组拌嘴的那段。不是开篇的潇洒游骑，也不是激情演讲的卓斯，这段在我心中才是提起游戏的第一印象。虽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这里的体验或许有些坐牢，可能也是第一次按下 Ctrl 的地方。闷热的夏，蓝色的天，傲娇的静，装傻的游骑，还有劝架的思，成天的循环似乎会持续到永远。它实际也持续了半个小时，可以说福塔兹既折磨了玩家，也折磨了自己，这完全就是双输嘛。但我果然还是喜欢这段，因为我知道看似无尽的日常终于结束的一天，之后的命运越是残酷，此刻的无所事事就越是值得珍惜。但静，你真的好吵啊！放弃天空尽头真相，珍惜当下瞬间，幸福的生活吧。一些用心的玩家可能会想到，屋顶剧情因为与这样的主题解读不谋而合，因此得到了升华。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要知道，从出道开始，福塔兹就已经是一个老千层饼了。想想中之空，它真正的主题和表面上看到的实际上完全相反，所以千万不要被素琴的表面和谐所迷惑。福塔兹绝不是写过家家剧本的作家。我们知道素琴是中之空的续作，也是对他的回应，但对福塔兹来讲又不仅仅是这么简单。中之空的发售虽然伴随着激烈的延上，但大家骂归骂，游戏却卖得不错。这种侥幸与不甘的混杂，成为了福塔兹无法轻易越过的坎，因为它挑战的是剧本家的作者性，以及其背后的精神世界。可以说，素琴制作对于他来讲，既是复仇之战，也是直面自己创作生涯的时刻。然而戏剧性的是，或许是因为倾注了太多的感情和期待，仅仅是完成了制作，福塔兹就已经对一切感到心满意足。他说，即使得不到任何认可，他也会深爱这部作品。你好啊，我是媒体，在这个视频中，我将带你去到素琴世界的尽头，去看那颗你未曾设想的纯粹到或许有些疯狂的核心。本视频可以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游戏的主题，第二部分将锐评福塔兹的哲学水平，而最后则是对 T1 中之空2的解密。我们知道中之空世界被轮回设定划分为了内外2层，有着完全相反的主题。这种分层实际是个体认知范围的具象化，表面上主角行人全场乱杀，实际却只是彩民掌中的玩偶。中之空的暗线设计始终围绕着认知界限所造成的负面后果。如果说认知界限是中之空的隐藏大 boss， 那么素琴就是把它当做了舞台本身。除开文本中的直接提及，包括题词和台词，素琴日通过多种方式展示了认知界限的含义。首先是自上而下的俯视，通过观察游戏角色在自身微小世界中挣扎的样子，从而理解对于他们而言的界限是什么。正流因为无法接受现实而精神崩溃，建立出肆意嘲弄的恶棍上帝，无数次的重演对镜中蝼蚁的审判，之后又被骗相信自己是天使转世，最终以马太螺旋仪式结束了生命。这牛的情况多少让人有点于心不忍。论发神经，那还得看卓斯。虽然没有坏掉的卓斯更可爱，但从设定上讲，他什么时候出问题都不奇怪。给我这个多重人格加 PTSD 加邪教洗脑，在销售祈祷被迫女装，妄想严重，自卑又狂妄，每天躲在地下室0721的恶心死宅看笑了。这 buff 叠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以战斗攻口为卖点的同人 RPG 的女主呢。所以受击之后日上课桌也算在情理之中，而在刺激一下就成功与逆路对上电波，也一点也不奇怪。素琴不养闲人，除了2位 TS 的福塔兹严选，大家能够进游戏，多少都是有点问题的。其实考虑到主角不同人格之间的明显信息差，我们甚至可以猜测，多重人格设计的灵感就来源于认知界限。当然，界限不只是角色的界限，素琴本身对于玩家来讲也是不透明的。前3章的迷雾重重，后3章的拨云见雾，我们的游戏过程正是一次穿越认知界限的解密。终于走到 T1 中之空2，玩家却发现界限之外依然是界限。本以为一切尘埃落定，却被作者猛地推向了更暗的深渊。最后，克苏鲁神话一直是游戏的重要灵感和素材来源，
例如和彩明在设定上更是两位外神的投影，分别强调了知识界限的两个重要面向：不可名状的古老存在，超越理解的怪异现象，倾注现实的恐惧与疯狂。弱势宇宙恐怖是整个中之系列表达认知界限的重要手段。那么认知界限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清晰的定义。智能生物能够从过往的经验中学习，从而避免危险，把握机会，从对刺激的单纯反射到认识完整的对象，再到识别事件的模式，将知识泛化到不同的领域。最后我们学会了通过语言构建外部世界的模型，以理论与科学来理解世界。这是一条不断进阶的智能光谱，但所有的阶段都依赖一条最基本的定律：自然起因律。自然不会随意变化，而是在相同的条件下重复相同的事情。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是归纳性的，也就是根据可见的数据与规律，预测未知的结果，并构建关于世界的理论与模型。而正因其律的存在，归纳认知才能良好运作。然而归纳虽然高效，却不是完美的，它依然会出错。在中之空 Remake 的采访中，福塔兹将中之世界三部曲称为黑天鹅时代的三部作品。在17世纪的欧洲，天鹅被认为只有白色，因为已知的天鹅都是白的，直到探险家在澳大利亚发现了黑色的天鹅。受此启发，金融学家塔勒布用黑天鹅指那些罕见却能颠覆认知的意外情形。这个概念能够很好地说明由归纳认知所导致的认知界限。我们被困在偏差的数据中，将极端的情况看作理所当然，直到意外打破我们的预期。而素琴日中的角色也被困在各自的碎片之中，这正是例如能够散播混乱的原理。从涂鸦中诞生的利露露可以说就是电波这一概念的化身。罗斯相信通过它能够与上帝相连，从而成为神在世间的代理人，也就是救世主。在设定上，他是克苏鲁神话中复兴之混沌奈亚拉托提普的化身。当然他还有一个更可爱的昵称奈亚子。奈亚子是千面的欺诈师，相比死亡与毁灭，传播疯狂更令他愉悦。他喜欢变成人们所偏爱的样子，通过谎言与操纵，让人们只去看那些自己想看的东西，仅相信那些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突破临界点的混沌将成为沉没一切噪声的光明，成为视野本身。混沌世界无需秩序与真理，为了将威胁隔离在视域之外，抑制黑波源头这一名场面由此诞生。而这个源头因无彩明，对立于复兴之混沌，是克苏鲁神话中尤格索托斯的化身，同样有一个可爱的昵称泡泡。泡泡是位于多维宇宙外侧的终极存在，全知全能，并与所有的时间和空间相连。彩明的诸多设定都能与之对应起来，例如将彩明称为他的影子和污垢，虽然有点倒反天罡，但却也意外贴切。如果说利露露是光，是受限的视域本身，那么彩明就是暗，是被妄想压制却依然顽固显现的矛盾证据。真相会带来不安，有时也是残酷的，但也因为彩明尝试拯救走上歧途的自己，所以在这流看来，彩明也是温柔的，但却是恶魔的温柔。当然自卖自夸就很难评价了。やっぱりいい女にはタバコと屋上とそしてひらひら服だわね。理解了认知界限的含义，我们可以回到最开始的地方。所以当尤其在楼顶想着世界的界限就是我的界限的时候，他所说的界限不就是这道横在个体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认知界限吗？而说我的界限等于世界的界限，不正是福塔兹借尤其之口向玩家介绍维特根斯坦的唯我论吗？可能出乎你的意料，这里提到的界限是与认知界限不同的语言界限，它与样本偏差无关。所以即使你是一只机械论宇宙中的拉普拉斯妖，洞悉一切的物理规律与状态，并有计算过去未来一切事物的算力，却依然存在一个你永远无法抵达的外侧。而正因为无法抵达，所以你只能说那样的外侧并不存在。我的界限即是世界的界限。语言界限最清晰的例子可能在数学，比如你可以试一试，在自然数轴上，你可以很轻松地用1、3大于小于定义什么是2，但在有理数或实数轴上，你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其实在集合论和模型论中，存在大量与语言表达能力相关的例子，例如一阶系统无法表达选择公理，区分有限和无限，排除非标准模型，或指定任意无穷基数，
作为对比，更强的二阶语言就能轻松做到。在黑天鹅的例子中，我们把认知界限比作视野，而语言界限则可以理解为可见对象的范围。透过蓝色镜片，我们就很难看见蓝色小一卡；透过黄色镜片，黄色的小一卡就会消失不见。这种基于光学的轨迹无法通过扩展视野范围来解决，所以说即使是拉普拉斯妖，也可能会栽倒在一面玻璃上。当然，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不止语言界限是绝对的，认知界限也是绝对的。这种原则上无法跨越的鸿沟，其历史和哲学本身一样古老。比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提出的伙计错觉，他在小说《三体》中也出现过。农场里有一群伙计，农场主每天中午11点来给他们喂食。伙计中的一名科学家观察到了这个现象，一直观察了近1年都没有例外。于是他认为自己发现了宇宙中的伟大定律，每天中午11点就会有食物降临。他在感恩节的早晨向伙计们公布了这个定律，但这天中午11点，食物并没有降临。相反，农场主进来把他们都捉去杀了。数据缺乏本身不是错误，但基于偏见数据归纳却会出错，这正是认知界限的关键所在。你可能之前没有听说过伙计错觉，但你一定见过它的全新版本——模拟假设，认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仅仅是高等文明的计算机程序。在近年来的流行文化中，模拟假设已经相当常见，甚至有点烂大街的意味。由于机器智能的崛起和统计学上的合理性，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讨论它。模拟假设认为世界中的一切都只是模型，每一种行动与选择的可能都被预先编写进了程序。在完全的模拟中，我们绝无可能突破头顶这片虚假的星空。支持模拟假设的人会说，现实与游戏的区别仅仅在于规模以及我们的地位。模拟假设在当代文化中的流行，不仅在于它的新奇与颠覆，还因它能够承载当今人们对生活方式和意义的期待。正巧一位虚拟世界的主人愿意向你分享一种见解，在这里现实不是真的，但意义却相反。欢迎进入世界 XE。 我刚才在模拟宇宙发现了一只逻辑异常的扑马，很有意思。每次我把视角定位到它身上，它就会无视周围的攻击，对着虚空瑟瑟发抖。简单来讲，它注意到了高处的视线，不是盒子里的模拟星神，而是盒子外侧的我。这让我想到了那个著名的假设，星神之上或许有更高位的存在，和无数运作中的模拟世界一样，银河本身也不过是更高维度上的演算模型。又是这种世界虚拟论吗？如果一切都只是代码，那我们在空间站加班还有什么意义？哼，凡人的思维。不过，如果真的有那样一位创建宇宙的神明，那我们确实没有任何胜算。毕竟，就连游戏的规则都是他定下的，世界存在的意义也不过是讨观察者的开心罢了。听起来真让人火大。如果神明只是个以折磨角色为乐的恶趣味混蛋，喜欢那种先给人希望再把人推下深渊的烂俗剧本，这种时候我可以直接魔女化把世界炸了吗？当然可以，只要那是你选定的演出。你看，很多人搞错了一点，他们总是试图在游戏内部寻找意义，想要赢，想要回报，想要避免悲剧。但如果世界真的是一场模拟，那游戏世界的意义必定在游戏之外。在游戏之外，没错。想象一下，当那个所谓的神明在屏幕前按下截图键的那一刻，无论是彩票中奖的喜悦，还是失去一切的绝望，在屏幕外的目光注视下，都是平等的画面，是一幅名为命运的 CG。你是说，把自己的人生当成一种素材？不是当成作品。既然那个屏幕外的观测者能从你的悲欢离合中获得审美体验，那你为什么不能呢？成为魔女也好，驾驶机甲也罢，舞台少女也好，悠哉日常也罢，演奏春日影也好，转身异世界也罢，在命运的舞台上，特等席有2个，一个是看着你的神，另一个则是你自己，也就是所谓的旁观者视角。更确切地说，是把生活当成作品的觉悟。只要你意识到这是一种扮演，并且全心全意地沉浸在你的角色里，如果你能够像看待艺术品一样看待角色的欢喜、绝望、憎恨、理想、心碎的声音、灵魂的呐喊、决意的瞬间、追悔的眼泪，
那么魔女化也没什么不好。世界 X1 认为，我们的目标不是按照地球 Online 的玩法去获胜，而是应该把自己的人生体验作为艺术品来鉴赏。这与前期维的伦理观和素琴的主题有很多重合的地方，他们都从个体与世界之间的界限出发，最终抵达对生活意义的领悟。人よ、幸福に生きろ。人啊，幸福的生活吧。这句反复提及的维特根斯坦名言，每个玩过素琴的同学应该都很熟悉。但这里的幸福与一般意义上的幸福或开心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不是说它们有截然相反的意义。我们可以叫它绝对幸福，它很接近另一个你也很熟悉的词——永恒的像，或者更正式的翻译——永恒的形式。它来自斯宾诺莎的名言：一个精神是永恒的，如果它在永恒的形式下理解事物。永恒的像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有相当特殊的含义，所以当接手说難しかったって的时候，如果你共情了，信了他的鬼话，那就很 unhappy。相比对生活的满足，永恒的像与世界 X1 的理解非常接近，你可以在心中将它们划等号。在世界 X1 中，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苦难都是神明的刻意安排，游戏角色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创作者手中。类似的，我也认为由于认知和能力的局限性，我们对厄运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一切的幸运与不幸都是偶然的结果。正如碰巧欧洲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那样，他相信我们不应依赖这种偶然的命运，真正的价值应与顺境或逆境无关。而所谓在永恒的向下观察世界，就是超越生存的引力，以审美的方式看待世界。一帆风顺不会得到更多，百般挫折也不会失去什么，因为你爱的不是世界之中的单一命运，而是世界本身。游戏角色渴望更加锋利的武器，更加结实的防具，更加充足的补给，因为这些东西对通关他们的生活而言至关重要。但对于玩家和制作者而言，一路平推只会失去乐趣，秒天秒地做不成游戏。比起胜利，我们更看重体验，就连可以输掉的游戏也是存在的。过于在意游戏内部的得失，可能错过游戏本身的乐趣。生活是严肃的，而艺术是快乐的。现实模仿艺术，现实不过是世界的一种可能存在方式，而艺术展现的，这是包含所有可能性的逻辑空间。这是维特根斯坦版本的世界补全计划。所有错过的、放弃的、被忽略的事件，都会在永恒的向下重现。永恒的像中的永恒，指的不是无限的时间，而是在时间轴上断裂的瞬间，永远的当下。这种观点认为，生活在永恒当下中的人没有悔恨，也不会希望，因为悔恨的一定是过去，而希望必定朝向将来。因此，停滞的瞬间就是一种绝对的安全，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无法影响或伤害到生存在永恒当下中的人。类似的，人们在鉴赏艺术时，暂时断开了和现实世界的关联，沉浸于美的可能性空间中，所以音之师才会选用灌入瞬间的永恒来表达永恒像。看看这个将我老婆放入画框然后冻结起来的演出，只能说完全一致啊。那么是时候回答那个最有争议的问题了：伏他字的水平究竟如何？素琴日中的哲学到底有几分真货？在 BGM 2000条左右的评论中，26位玩家认为素琴是哲学神作，或者至少帮助到他们。相比之下，有70人是坚定的小黑子，主要的理由包括伏他字不懂装懂、生搬硬套、偷塞私货。此外，有不少人表达了类似虽然素琴日不是神作，但是巴拉巴拉的态度。怀疑论是素琴前作中之空的基调，从美少女怀疑到理想，从幸福结局怀疑到认知能力。那我们也可以依葫芦画瓢，搞一个伏他字怀疑论，好好分析一下素琴究竟有几分真货。今の話俺ちょっと記憶障害なんでごめん今ちょっと嘘ついてました俺虚言癖があるんですよ実は。让我们先看2处游戏外信息。2011年和18年的设定集包含了2篇书籍导读，因为没有翻译，所以很多玩家不知道伏他字写了这样的文章。第一篇是维特根斯坦的阅读指南，包含了14本入门书籍的阅读感受和推荐，以及3本维特根斯坦原作的阅读顺序建议。最后他还表示自己到现在也没有读懂为。
总之，这篇文章说明他至少读过17本以上的相关书籍，可以说诚意十足，说是狂热爱好者也不过分。第二篇是围绕心灵是什么问题的全面书籍推荐，介绍了不同学科对于人类心智的理解。这应该是福塔兹自己书单的一部分，包含了60本左右的相关书籍。不过虽然是一篇书单文章，但福塔兹也谈论了很多自己的哲学理解与经历。我注意到他提起了查姆斯的意识的特质，可惜没有提到另一本也很出名的著作《有意识的心灵》以及 Dennett 的意识的解释。这2本对于了解当代心智哲学的地形很有帮助。从这2篇文章可以看出，福塔兹作为创作者对维特根斯坦和心智哲学的了解相当深入。当然有人可能会说，他只是列出了书名，自己实际上没有读过，而介绍文章也是别人代写的，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得考察游戏本体。为了搞清楚福塔兹究竟是不是在不懂装懂，不能只看可以复制粘贴的结论。这是一幅前期维的思想线路图，通过计算被点亮的节点数目，我们可以评估素琴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维。而对于素琴没有将思想融入剧情，纯粹生搬硬套这种观点，我们可以采取3档评分制，只有融入剧情的思想才能获得2分。和 TOP 一样，素琴同时包含了认知和语言2种界限。认知界限是主观视野的范围，而语言界限则决定了我们原则上能够看见什么。前面说过，认知界限在剧情和氛围上有近乎完美的展现，2分。但语言界限这种过于复杂的概念却很难被感性的表达，1分。世界与语言共享逻辑结构是 TOP 的基本论点，而素琴使用了宇宙恐怖或模态克苏鲁来具象化，但还是由于概念的复杂性，只能给1分。卓斯的教师演讲提到了真科学和伪科学的区别，无独有偶， TOP 也讨论了这个话题，2分。唯认为世界独立于意志，一切皆为偶然，我们对自己的命运是无能为力的。而素琴日中，被困在不连续碎片中的角色只能在残酷的命运到来之前徒劳挣扎，2分。加总这些分数，素琴在这份满分22分的量表中得到了16分。看来剧本对前期维的思想有相当不错的刻画，不过它也有2个得0分的项目。我也相信我们应该超然地看待生活中的不幸与幸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素琴却认为，就算悲剧将永远轮回，转瞬即逝的偶然幸福也值得珍惜，0分。另一处的不同是登高撤梯，维认为 TOP 不过是一把帮助我们通向高处的梯子，我们需要在最后抛弃它，才能正确地看待世界。但福塔兹并不打算将素琴仅仅当作梯子，0分。大家可能会好奇，为什么登高撤梯是0分？放弃怀疑，投入当下，不是素琴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结论吗？ TOP 就像一把梯子，我们需要在登高后舍弃它，才能看见最高处的风景。甚至这句维特根斯坦名言都在游戏中出没有吗？其实我也很惊讶，因为从游戏短评到视频，登高撤梯的说法似乎已经深入人心。其实这不是空穴来风，福塔兹确实提到了它，而且是2次，都是在采访中。但仔细看就会发现，这2次福塔兹都是在否定它。好吧，到了这个份上，也应该尊重一下作者的意见呢。我今天就是要来搜搜看，究竟是哪个家伙最先开始传播错误信息的。2 hours later。对不起，对不起，我就是那个罪人。对不起，对不起。考试不及格可能是水平低，但考0分或者负分却一定是故意的。素琴没有正确表达前期维的思想，但这不是理解的不足，而是带有明确意志的选择。现在我们来仔细看看福塔兹的 DIY 版本究竟有何特殊之处。之前我们用可见对象的范围说明了一般意义上的语言界限，而 TOP 中的语言界限和语言的自制能力有关，对于我们究竟如何将外部世界的景色装入心中，也就是心灵如何认识世界这个问题， TOP 的回答是建模，也就是说通过在心中构建世界的模型，我们得以认识外部世界的样貌和规律。而语言或概念就是搭建这个内心世界的积木，例如通过玩具城市来理解真实的城市。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模型和现实共享了关键的功能结构。 TOP 认为我们通过模型间接地理解世界，但对于内心中模型的理解却是直接的。道理也很简单，否则为了理解内心世界，
我们又需要新的模型，新的模型的模型，新的模型的模型的模型，由此引发无穷后退。因此，我们与类型模型的连接必须是直接的，这就是著名的言说与显示的区别。我们通过模型间接地谈论现实，而模型或类型世界则直接在心中显现出来。以这样的方式，维特根斯坦版本的语言界限将世界内外明确地区分开来，而登高彻梯就是这条界限的后果。语言能够描述物理世界的一切情况，例如物理学、生物学、时事政治以及今天吃什么，它们是有意义的语言。而人生意义、哲学乃至 TOP 本身都是无意义的谈论，它们是语言的错误使用，是语言企图建模自身的错误结果。可以说，登高彻梯是 TOP 中的自爆装置，它企图通过为语言划界，否定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非物理理论，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哲学问题。尽管 TOP 深刻地影响了当代哲学的地形与方向，但作为奠基之作，也存在很多的不足。这里我们只需要关心与自治有关的部分。语言不受限制的自治能力通常会导致矛盾，例如说谎者悖论或罗素悖论，又或者导致恶性后退，例如 Crying Out。 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罗素建议用类型论对语言进行分层，但这种外扩的方法在某些领域也会导致另一种后退，例如之前 TOP 中的循环模型的模型的模型。为了彻底将这样的自治 bug 从逻辑世界中排除， TOP 为语言划定了言说显示的严格界限，它导向一种单纯的理论，语言有能力自己照看自己。不过当代主流学术界并不認同这样的做法，因为自治无处不在，无法被禁止。这就不得不提那个男人了。数式で神の証明を行いました。没错，他就是哥德尔。他提出的第一步完备性定理表明，任何可以表达基本算术的系统中，都存在一个无法被证明的真理。有聪明的同学可能会说，如果存在无法被证明的真理，这就不是韦所说的无法抵达的世界之外吗？好问题，但与直觉相反，哥德尔定理实际上双杀了 TOP。TOP 用语言界限将世界分为绝对清晰的内侧和不可谈论的外侧，前者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被物理规则所主宰的现实世界，而后者是我们大脑原装的建模软件 Wallander。 通过它，我们得以在内心构建世界的模型，从而得以看见世界，理解它运作的方式。 TOP 主张 Wallander 可以建模世界，却不能建模他自己，但哥德尔不服，因为他已经写了一本关于 Wallander 的书，名字就叫做 Wallander 真不太行。但事实上 Wallander 这个建模软件还挺厉害的，因为 Wallander 真不太行这本书自己就是用 Wallander 写的。毕竟这是一个有点长度的证明，听起来抽象很正常。我们可以直接看它的核心部分不动点引理，看上去挺复杂，但只要慢慢的去掉技术细节之后，就还是好难。好，来看这个关键公式，它实际上是类通用的自治装置，形式与一般意义上的不动点方程 x 等于 f(x) 类似。这里等号左边的第一函数实际只是右侧公式 phi 的一部分，但这里的等号却说明了 d 虽然只是 phi 的一部分，却有潜力计算出完整的 phi。正如 x 只是 f(x) 的一部分，却能和 f(x) 等值。我们把等式的两边同时代入新的 phi， 补全，然后定义 psi 进行化简，就得到了需要的不动点公式。要理解这个公式，你可以想象你站在一面镜子前，等加号左边的 psi 代表第三人称或上帝视角所见，包括了你和镜子。而等加号的右侧由两部分构成，其中 phi 代表站在镜子前的你，而角括号中的 psi 代表你的主观视角所见，包括视野中的镜子和倒映在镜中的你自己。镜子在现实中无处不在，现实也不会因此出 bug 崩溃掉。我在我的视野之外，却能够通过镜子看见自己，看见视野之外的风景。这就是哥德尔提供的自治装置。但聪明的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一面镜子可以映出任何事物，除了它自己。镜面材质多种多样，但任何能够成为镜子的东西都无法将自身映入镜中。这就是不完备性定理的内容，它构造出了一个自治却无法被证明的句子。福塔兹接受了世界内外的区分，却没有走向登高彻梯的道路。如果我们把正确性理解为对游戏中哲学内容的中立评价，而不是对维特根斯坦的遵守，那么福塔兹的选择就正好让他避开了这里的陷阱。
比起形式系统理论，你可能更关心它们之间的第二个差异，也就是对简单幸福的态度。虽然维和福塔兹都将幸与不幸视为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对这枚硬币本身持有不同的看法。打个比喻的话，维喜欢在安静的地方欣赏艺术品，最好全世界只有自己一个人，这样就不会被卷入任何的纷争之中。而福塔兹喜欢热闹的地方，认为有欢笑、有泪水才是生活艺术应有的形式。想要理解这种差异的根源，就无法绕开维特根斯坦家族的历史。路德西维·维特根斯坦的父亲卡尔·维特根斯坦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奥匈帝国的工业巨头，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物之一，拥有在帝国内部仅次第一的财富。卡尔非常慷慨地赞助了当时的艺术界，因此家族在当时的维也纳文化圈也享有盛名。他们的家维特根斯坦宫殿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当时维也纳文化圈的中心之一。但维特根斯坦家族却呈现出一个深刻的悖论：坐拥巨大的物质财富和顶级的文化熏陶，却无法逃离心理痛苦与死亡悲剧。卡尔是位专制严厉的父亲，他的孩子们常受到他的责备和惩罚。在这个充满文化气息却又高压的家庭中，悲剧如影随形。作为末子的路德西维有4位哥哥，其中3位先后自杀身亡。最后一位哥哥保罗也在战争中失去了右臂。保罗凭借其强大的意志力，成为了著名的独臂钢琴家。我写稿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拉威尔的左手钢琴协奏曲就是为他而作。这个在物质和文化上璀璨，精神上却被悲剧和死亡所标记的家族，正是维特根斯坦在哲学中想要远离的那个纷扰世界的原型。在思想上，维特根斯坦深受叔本华、托尔斯泰和陀思的影响。叔本华为 T.O.P 提供了分离因果与意义的框架灵感，而后2位则启发他将意志的坚韧与纯粹看作通向绝对幸福的必要条件。罗素评价他是天才最完美的范例，激情、深刻、强烈、专横。他的一生致力于追求绝对的纯粹，青年时期便放弃和捐赠了全部的财产，穷到连 T.O.P 的出版费也无法凑出。注意，这并不是一笔普通的巨款，而是一份足以令世界侧目的财产，放到现在至少是数百亿美元的规模，为背弃一切世俗的幸福标准，以意志和真诚来衡量意义。而相比之下，福塔兹采取了更加温和的态度。首先，抒情日并不贬低寻常的幸福，开心的事情真的很开心，而痛苦也是真实的。正因为偶然的幸福来之不易，所以我们更应该珍惜这样的幸福瞬间。在抒情日混乱冷酷的不变轮回中，这种简单明快的思想显得格外耀眼。相信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点才爱上了这部游戏。瞬间与永恒，微小的幸福与巨大的幸福，世界之中与世界之外。在福塔兹看来，世界之中的一阶价值与世界之外的2阶价值并不矛盾。痛苦与幸福是酒，让我们在鉴赏世界时能够更好地沉醉于其中。它不只是说有苦有乐才是幸福的人生，而是在说将幸福与痛苦作为艺术来鉴赏，是追求绝对幸福的方式。这是他们态度的对比。只能说福塔兹你这家伙真是一点苦都不愿意吃啊，打这么多勾干嘛呀？为了获得超越的幸福， T.O.P 对意志力提出了极限考验，而抒情只需要你进行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随时随地自然而然，不用放弃百亿家产，也无需任何苦修。如果你幸运，它是一种肯定；如果你不幸，它是一种救赎。要求的更少，承诺的更多，就像没有任何副作用的万能处方，这合理吗？并没有什么代价，期待越多，付出越多。自傲勤奋的天才为终极幸福的缺角而苦恼，而对于一般的人，与几寸永恒便好。如果说维走上的是20世纪学术精英的一种理想，那么抒情日就是浪漫主义在21世纪亚文化世界的一种延续。就像日常系或空气系作品赋予单纯的日常以奇迹的名义，我们期待自己所拥有的有限幸福能够连接于生活之外的更大途径。绝对的意义与处境无关，唯的境遇与抒情的享乐位于同一条光谱的两端。无论是现实的苦难还是虚假的幸福，我们都以某种方式和绝对的意义相连。在我看来，抒情日非常精准地表达了前期维的价值观。
虽然他们在登高撤梯和寻常幸福两方面有差异和对立，但这种不同的根源应该需要追溯到作者的理解和时代的距离。TOP 成就了素琴日，而素琴将我们带到这位巨人的肩上，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当下世界的风景。是时候对福塔兹怀疑论做出回应了。虽然不一定准确，但在我看来，如果只用一个字来形容福塔兹的哲学能力，那就是硬。对于剧本家来讲，他的哲学能力并不寻常，思辨能力和问题意识比较接近学术哲学的标准，而对生活哲学的思考比绝大多数的职业学者更多也更深入。不夸张地说，他是我见过最擅长哲学的亚文化创作者，或许没有之一。作为哲学者，他做到了真诚、正确、正诚；作为创作者，他写出了打动我的深刻作品，传递了时代与文化的精神与选择。因此，不懂装懂、生搬硬套、偷塞私货这三类国内主流的评价都有失公允。当然，这并不是说福塔兹已经是一位哲学学者，毕竟生活哲学和学术哲学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不过，福塔兹的哲学理解就没有任何问题吗？有的兄弟有的还不少。这就涉及到评价的第二个字，运。任何研究都与运气相关，哲学也不例外。说福塔兹是幸运的，因为有很多出错的机会他都没有把握住。例如之前的哥德尔定理，如果被用来说明语言界限，就像互联网上常见的那样，无疑会削弱游戏的内涵价值。再比如，福塔兹在 HD 新剧情中做了一些心智哲学锐评，有不少的问题。例如，他似乎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意识难题，并将所谓的意识超然问置于其上，这可能和日本哲学界整体的理解方向有关。不过这些东西本来就已经很难，理解出现偏差也很正常，而且就结果而言，他们也没有对作品的内涵造成什么实质性影响。再说一个，福塔兹在采访中似乎很中意信息整合理论，但苦恼无法看懂。但最近几年 RIT 争议很大，只能说没看懂或许是一件好事情。如果你持续谈论自己不熟悉的领域，那么你将不可避免地犯错。所以前面的分析不会是过度解读，因为我已经很努力了，但依然没有为福塔兹找到什么关键性的错误。以上就是我对福塔兹哲学水平的看法，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好，现在终于来到了视频的最后一环，这里会解开素琴世界最深处中之空2所隐含的秘密。类似 Numinous 是中之空的提议，中之空2则是素琴日的提议。这段剧情前 95% 都是由其和彩明在 A 栋楼顶聊天，而最后的 5%， 同班同学美由也来到了屋顶。很多人会认为中之空2的威力更胜 Numinous， 可能是因为彩明的电波7连击实在是太有画面。屋顶对话围绕由其的困惑展开，因坠楼而失去意识的由其，第二天早上在 A 栋楼顶醒来，发现自己不但没有受伤，学校也在正常上课。他在困惑的时候遇见彩明，而彩明给出了名场面的7假设，从现在的对话是梦境，到你只是我梦中的角色。这个环节可以说同时搞晕了屏幕里的游棋和屏幕外的玩家。我们本以为自己处在真相只有一个的解密环节，能够通过排除法逐步靠近那个唯一的答案，但玩家显然低估了福塔兹的毒性。最后的假设变在转身，认为世界上只存在一个灵魂，所有的角色都是这个灵魂不断转身的结果。这完全超出了玩家的正常预期范围，就像谁是犯人的最终回答是案件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表演一样。如果素琴是推理小说，那无疑会被狠狠地延上。我第一次玩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晕头转向，彻底放弃了思考，只在恍惚间注意到路人角色美由也来到了屋顶，这下脑袋更乱了。然后游戏就在我的走神中迎来了闭幕。但如果你立马打开 B 站开始疯狂输出，或者灵光一闪，哇，这就是电波神作吗？又或者像我一样依然目光呆滞地坐在屏幕前，那么你就不小心错过了结局部分最关键的东西。变在转身的6个陪跑假设实际上有更多的算计，那就是要你猪脑过载。他们是游戏的干扰项，用来搞晕你，然后偷摸说一些重要的东西。我们来直接看这段。没看清楚的话再来一次。
超越之前演出中的七人，那颗世界中唯一的灵魂，甚至能够转生成彩明。这就是中之空2的隐藏信息，单看非常明显，却只有极少数人注意到。不得不说，彩明的毒电波确实很有威力。无论是前作的中之空还是素琴日，他们的 T1 都分别包含着2个游戏的关键信息，一段是对游戏世界架构的介绍，最明牌告诉你，再配上另一段难以理解的剧情，而玩家需要综合所有的信息，才能找到那个被隐藏起来的最终主题。例如，中之空 Remake 的名牌是轮回架构永劫回归，而 Numinous 2则给出了彩明晴美相互切换的谜题。只有我们彻底理解了它们相对于游戏全篇的意义，才能找到那个最终的秘密，全局怀疑论。而素琴日不但继承了永劫回归，还引入了变债转生这一新的精神架构。你可能会认为中之空2中的7个假设是游戏的谜题，而成为彩明就是答案。但事实上，成为彩明和前作中的彩明晴美切换一样，仅仅只是谜题而已。单纯凭借游戏内部的信息，你几乎不可能找到那个被隐藏起来的最终答案。要问为什么的话，答案是因为福塔兹根本就没有写。正如你在 TOP 中找不到对人生意义的回答，因为维特根斯坦同样没有写。但这正是 TOP 的最终结论，不可说的只可不说。但你无需担心，这个被维特根斯坦写进草稿却在正文中保持沉默的结论，这个被素琴世界所隐藏的终极秘密已经充分了解了，那就是永恒的像，意义不能被写出，只能被显示，在永恒的像下作为艺术品显示给境界线上的神。人は面白い。境界線に立つと人の姿が見える。だから私はこの遊びがやめられない。正如在纳吉法尔船上的歌词所写，一切的悲剧与疯狂，幸福与希望，在彩明看来不过是儿童的嬉戏，游戏的玩具和音符的跃动。纳吉法尔的方舟并非以回归天空的生命为燃料，前往新世界的希望，而是以轮回中永劫的幸福与苦难为代价，前往世界之外的方舟。每一次轮回的 H1 中，接手都会坦然接受自己的命运，因为他已经理解了永恒的像的意味。素琴世界的意义不在于世界内部的命运动向、因果流转，而是在于将无止境的希望绝望循环看作一个有限的整体，看作神创造的舞台。这场演出有3个特等戏：回转中的我、境界线上的神，以及屏幕前的你。到头来，得不到救赎的残酷命运变成了舞台内外的合一。通往世界之外的方舟由无尽轮回中的尸甲残片所建。这种双层结构也反映在美好的每一天不连续存在这一标题的隐藏意义中。它表面上是在说我的人格是不连续的，正因为我无法超越这样的界限，所以我不得不承认眼前的幸福都是真实的，是美好的每一天。而深层含义却是，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界限，是不连续的存在，却又都能以永恒的形式观察世界。因此，就算世界是间断或虚假的，我们也能获得绝对的幸福，美好的每一天。这样的有意误导并不仅仅限于标题，天空、界限、沉默、幸福，这些在游戏中频繁出现的词语，实际上都是双关的。他们的目标是为了让你相信那个错位的主题，放弃真相，珍惜当下。但我们又不能把这种误解仅仅称为错误，因为如果你记得世界内外的区分，你就会发现误导恰好是正解的组成部分。你所相信的美好每一天，正是永恒的像的显现。幸福与价值既在永恒的像之下，也在美好的每一天之中。只要你将素琴作为一部作品来欣赏，那么你就是永恒观看的实践者。这也是天使之路上的这流唯一存在的救赎可能。但要理解这一点，首先需要理清变债转生这一设定的真正意义。最后的问题，如果永恒的像要求的只是一种心态上的转换，那么变债转生这一设定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在素琴日的词典中，天空是对认知界限的隐喻，不同的角色被困在各自天空中，但彩明不同，因为他身后的中之空代表的是终极现实，不变的真理本身。如果个体与世界间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认知界限，那么我们如何可以成为彩明呢？
一定有什么东西被错过了。如果说珍惜当下幸福是对素琴日的第一层理解，而永恒的像意味着第二层，那么彻底理解变在转身，就能抵达对游戏主题的第三层理解。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世界内外的区分是物理世界与内心模型的区分，而他只接受了这样的内外之分，却没有走向登高撤梯的道路。他实际是将这一区分对接到了另一对很接近的概念，那就是他一直所坚持的看待世界的两种方式：物理的客观的看世界，以及主观的感性的看世界。物理对感知，游戏中反复出现的语言与旋律，其实就是指的这对概念。从这两种看待世界的方式，衍生出了两种不同的自我。作为认知界限的我，看向由因果定义的物理世界，和作为视点的我，看向由主观体验所定义的感知世界。认知界限带来的绝对信息差，使我无法在第一种意义上成为彩民。但如果你认为你的主观感受，或者说你的视点定义了你是谁，那么我就能在第二种意义上成为彩民。便在转身设定所有的生命共享同一个不断转生的灵魂。如果你将它理解为某种实体灵魂的跳转，那么它无疑是一个离奇怪异的超自然假设。但如果你将它理解为视点的切换，那它就只是在表达一个单纯的原事实。不同角色的视点实际是同一个玩家不停切换的结果。决定现在的我是谁的，并非灵魂的某种固有本质，而是目光所及的风景。我在这牛视角所观看的风景，是独属于这牛的风景。我所感受到的绝对幸福，是独属于这牛的绝对幸福。相比前期为的激进与纯粹，素琴日采取了相当宽容乃至狡猾的策略。似乎为了获得绝对的幸福，你只需要临时改变一下思考方式，要求更少，承诺更多的万能解药。维特根斯坦可能会说，如果你企图欺骗意义，到头来也不过是自我欺骗罢了。但福塔兹可能会回应说，这不是作弊，因为不同的意义属于不同的自我。在世界中生活的我和在世界外侧观看的我，是我存在的两种不同方式。理所当然，哲学反思不能拯救现实的苦难，能从永恒的像获得拯救的，无论如何都是外侧的观测者。而哲学的意义，就是在于帮助你选择看待世界的正确方式，让你成为你，让你立于不败之地。あれ？あれは高島さん。なんか空が綺麗だからって我们在最后又回到了 A 栋的屋顶，熟悉的风景，无聊的空气，停滞的时间，没有悲伤，没有危险，有的只是邻家日常的拌嘴。世界近在咫尺，又是那么遥远，它就像被切割下来的孤立片段，不与世界的任何其他部分相连。我喜欢这段略显无聊的开篇，不是说喜欢它的无聊，而是喜欢它相对于整体的意义。这里的屋顶是所有时空中最安全、最割裂的孤岛。就算一切都将改变，就算眼前的姐妹不过是幻想，此时此刻映在我眼中的景色也不会消失不见。如果我们不将永恒理解为无尽的时间，而是理解为非时间性，那么现在的屋顶就是永恒的，因为我在永恒的向下将它看作我的美好每一天。